我是瓜皮儿，明日传奇前情提要。海伍德因为被导弹击中，临近濒死，雷给他注射了超级战士的血清。泰勒被逆闪手刃，咽气前对阿玛雅说出了时间旅行者几个字。飞船停留在时间流中，两人正讨论着关于海伍德血清的问题，突然房顶上掉下来一名女子，把他俩干翻了过去。Zara 驾驶飞船感到疲惫，刚开启自动驾驶模式被一拳干晕。修船的杰弗逊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。米克因为找不到刀子感到暴躁，然后被雌狐挟持，还念叨着是不是你啊？米克有点懵啊，你说啥呢？然后干了起来，他激活了星际形态，米克落了下风。当他准备痛下杀手时，一只钢手出现，顺便敲晕了他。开会的时候，海伍德说自己并不知道当时怎么变身的。Zara 说雷会教你。雷傻了，他来到监狱和雌狐聊了聊，雌狐认为是米克杀了泰勒，并且还偷走了护身符。Zara 告诉他，米克是我们的队员，送你们回去之后，他一直没有离开过飞船。也许做这事儿的人正是给了克里格超级血清的人。阿玛雅一听，呀，还挺有道理啊。于是两个女的就这么握手言和了。雷为了让他主动变身，带上了原子战衣的护腕。杰弗逊站在一边看戏。Zara 告诉他，如果我们赶回去救泰勒，那个时间旅行者就会穿越到更早的时间再次手刃他。虽然你听不懂，但是你要相信我。阿玛雅说好吧，那我就不走了。Zara 告诉他，这可能会需要时间，相信我们是专业人士。与此同时，楼上的专业人士传来了打闹声，雷不仅激光打不动他，甚至用肉体也撞不动。海伍德撞了他一下，然后把飞船的舱门给撞开了，他失手掉落到时间流中。雷为了救他，主动跃出飞船，随着他的轨迹，其余人回到驾驶舱。雌狐吐槽他们怎么到现在还没玩死自己啊。同时吉迪恩锁定了他们，他穿越时间流从空中掉了下来，把地上砸了一个大坑之后，看到当地的建筑，知道自己来到了17世纪中期的日本，然后晕了过去。雷站起来之后遇到了当地武士，由于语言不通，他吃下了翻译药丸，然后被人一刀把敲晕过去。海伍德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被马车拉着，俩人一边聊一边回到了家里。雅子的父亲告诉他，将军要是知道你和其他男人交流，我们都会受牵连的。不管了，先进屋吧。雷被抓，将军告诉他，这玩意儿归我了。这个历史学家在享受着沐浴，海伍德问他，将军是不是指的德川家光？雅子情绪低落地告诉他，明天我就要嫁给他，然后结束生命了。杰弗逊修好了飞船上的35个隔舱，但吉丁恩却显示有36个。杰弗逊纳闷啊，要么是自己数错，要么就是还有一个秘密隔舱。于是他们调出了飞船的图纸。将军的人来到了雅子家门前，询问他有没有看到外国人。雅子说没有。海伍德说，我就是。顺便告诉你们，将军的婚礼取消了。这个副手一看，你是个啥呀？海伍德的能力使不出来，被打倒在地，还中了一刀，然后他们就走了。斯坦因发现了这里的异常，杰弗逊把隔板取下，秘密舱口暴露出来。Zara 锁定了原子战衣的信号，当他们来到信号源跟前之后，穿上原子战衣的人竟然变成了德川将军。武士们前来带走雷，却遭到反击，德川发射了镭射激光。Zara 一看情况不对，还是开溜吧，顺道遇上了雷。雅子帮他处理好伤口，两人正你侬我侬准备亲一下，逃出来的那伙人突然冒了出来，他们互相介绍了下。海伍德告诉他们还不能走，他要救这个姑娘。Zara 问雷，德川为什么会使用战衣？雷告诉他，战衣被设计成了连傻瓜都会用。米克说没错，于是撤离计划被临时改为保卫村庄。他们来到密室，发现了2056年Barry发给瑞普的消息，语音播放出来，第一句话却是一定要保密，甚至连队员们也不知道。雅子的父亲告诉雷，他曾给自己的儿子锻造了一把王者之刀，他深受手下拥戴，但却遭到了德川的迫害。武器和盔甲只是身外之物，重要的是使用它的人。雷说，我懂了，你的意思我没有战衣也能打败他。老爷子说，你别逗了，他几秒钟就能让你GG，跟我来。两人走在林荫小道，雷蒙德告诉他自己拥有超能力，却不知道怎么使用。雅子安慰了他一下下。德川将军带着部下前来娶亲，部下闯进屋子搜人，海伍德还在努力变身。等他准备做个了结的时候，雷出现。德川看到那把刀，开始主恶私情，然后被米克给烤了一顿。Zara 堵在难民营的门口，和阿玛雅一起抵挡武士入侵。米克在赶去的路上遇到忍者，他说，我爱死忍者了。二人被逼到墙根，俩人正寻摸着米克咋还没来，然后出现了一位身体强壮的忍者帮他们解围。Zara 和德川将军的副手皇城 PK， 两人对拼了一刀之后 Zara 胜出。雷的身手格外敏捷，他攻击着原子战衣的各处要害，循序渐进地拆了战衣上的多处零件，但还是不敌，被打飞到一边。雅子捡起那把刀，照着他一顿砍，结果被干翻倒地。
变身后的海伍德终于出现，雷把刀丢到了海伍德手中，一刀下去，德川将军随着战衣一起消失。雅子知道他有使命，必须要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，所以只是简单的亲了一口。雷看到那把刀，想起来问老爷子他们的家族名，老爷子告诉他叫山城。回到飞船后，阿玛雅说他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坏，甚至还有点英雄气概，送你个礼物可以证明你遇到过忍者。Sarah 夸他们修飞船的效率很高，二人打了个马虎眼。等他离去后，低声细语的讨论要不要把那件事告诉他们。可是 Barry 提起过不能告诉队员，这下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俩人在密室里循环播放，Barry 说战争即将到来，但是具体内容又没有讲，正在纠结要不要告诉队友。收到了 Sarah 的传唤，他们接到了一位时间海盗发给同伴的时间信标，内容是他们遇到了危险，传奇小队的任务就是保护时间线。既然如此，就去看看究竟。他们锁定了时间信标的信号源，位于1863年的密西西比州，正是内战最激烈的一年。出发前，雷被留下来做后援。Sarah 告诉大家，任务只有一个，就是找到那艘飞船，并且清理掉。他们找到了那个时间海盗的逃生舱，米克让它燃烧起来。正当他们以为可以回飞船的时候，远处传来了一位黑人的呼救声。二人合体为火风暴，朝着追他的联盟军发射了一个火球，他们躺到了地上。阿玛雅说不能把他丢在这里，海伍德一眼就看出来他是派遣员，也就是给联邦军提供情报的前奴隶。他们还是决定回飞船不管这事儿。可是被炸倒的联盟军全部向他们跑来，大伙冲了上去，米克给了那僵尸一拳头，可是他又站了起来。杰弗逊扑倒偷袭萨尔的僵尸，二人争执不下，米克过来补了一石头。处理完他们之后，那位黑人身负重伤，他告诉杰弗逊自己的任务是要偷到信并且带给联盟军。话还没说完就咽了气儿，杰弗逊接过了那密令。他们回到了飞船，调取了时间海盗留下的信息，里面提到了未来的生物武器叫 TX-90， 被感染之后就会像之前那些人一样，所以他们此行的任务还未完结。米克突然晕倒，被带到医疗舱之后，雷发现他的肩膀被咬了一口。斯泰因本来就害怕僵尸，这一下更怕了。杰弗逊把那封信给海伍德，海伍德知道了那个黑人是历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，甚至还有所学校是以他名字命名。如果没有这封信，战争或许就不会胜利。杰弗逊知道这件事只有他能担任。萨拉出于无奈，只好叫上阿玛雅陪他一起。二人出去通知联邦军提防僵尸。二人正筹划着怎么盗取联盟军的调动计划，路边出现一个白人，正在惩罚自己的黑奴，告诉他不要妄想格兰特会率军过来解放你们。杰弗逊告诉他，如果我们身份暴露，就无法再修复历史偏差，甚至会输掉内战。鞭子抽在他身上，后却落在了二人的心里。雷研制好了血清，注射前，米克给了他一个信任的眼神，之后他眼冒红光，挣脱了束缚。二人逃跑时，雷还不忘给他来了一记闪光灯，随后封锁住了飞船。俩人站在走廊里，斯泰因质问他为什么血清没有起到作用，他猜测可能是一针剂量不够，我刚才打晕了他，所以我们要再进去给他来一针。斯泰因怕不行，雷告诉他，如果你不协助我，那么你就要对付2个僵尸。二人被抓到格兰特将军面前，海伍德扯了一大堆谎，差点被将军给崩掉。还是 Sarah 用真诚打动了他。他告诉格兰特，有一群僵尸正朝着你们袭来，他却不知道僵尸为何物。Sarah 为了证明僵尸，转身离开，还不忘说一句：“如果我没回来，你可以朝他开枪。”杰弗逊穿上了奴隶的衣服，他偷偷溜进书房，但并没有找到资料。当他准备转移营地的时候，不小心撞到了一位白人，另一位白人过来寻衅滋事，杰弗逊却一再顶嘴。他道了个歉，准备离开，那个白人突然大吼一声，说要好好教育他。萨尔拎着个大脑袋过来，告诉格兰特，这玩意儿现在离你们营地不到2公里，而且他还有很多同伴。二人终于做好了心理工作，当他们打开门后，里面却空无一人。俩人正琢磨着灯为什么不亮，僵尸米克出现在前方，他们挣扎着逃进厨房。雷想到，如果注射不管用的话，可以把血清雾化，这样肯定好使。当他带着改造好的喷雾来到医疗舱之后，眼睛向后一瞥，二人对于解决僵尸都无可奈何。Sarah 一边扔飞刀一边思考，当他拔下刀之后，看见了旁边的箱子。杰弗逊被这个白人抓到马厩，临走前给了他一拳，凑巧打掉了他的通讯装置。他们看他细皮嫩肉的，不像是干过重活的样子。杰弗逊告诉他们，我是被格兰特将军派来偷情报的，可是他们深知就算偷到了情报也无法逃出这里。
阿玛雅联系不到他，所以只好以身犯险。当他进入室内，一位白人对他说：“你虽然长得美，但我还是要给你上一课。”于是阿玛雅也被抓到马厩，2拳给他干晕过去。杰弗逊说要带他们一起走，于是2人过去开锁，却被这位黑熊拒绝。尽管杰弗逊再怎么说，他们也不会相信。但后面的女人非常识货，她知道阿玛雅的护身符代表着她是赞比西的战士，决定要追随他们。当他打开门之后，外面早已被僵尸占领。他们规划了一下，接着兵分2路。杰弗逊带着那位知道资料所在地的兄弟闯进屋内，阿玛雅带着众人逃离。屋内一片混乱，黑人兄弟带着他来到画像前面，取出了联盟军计划的图纸。他向那个白人要武器，表示要团队协作才可以活下去。但这大哥选择拒绝，接着被扑倒，甚至还被咬了好几口。2人逃上阁楼，杰弗逊拿起一盏油灯，他向下这么一扔。Sarah 给了他一个信号弹，接下来所有士兵熄灭火种。海伍德举着光源吸了所有僵尸，然后他在箱子上一使劲，变身成功，同时也引爆了炸药箱。斯泰因战战兢兢地走到雷的身旁，还念叨着：“你别死，如果死了，请老老实实地死下去。”好在只是晕了过去。他发现了那个被改装的灭火器，接着拾起灭火器，开始寻找米克。幸运的是，米克刚好出现在拐角处，他朝米克这么一喷，然后2人开始追跑打闹。斯泰因已经准备好认栽，好在他突然恢复意识，还问他：“我刚才是不是想吻你啊？”屋子被烧得火光冲天，2拨人汇合到一起。杰弗逊看着火焰燃烧，心里却很享受。黑夜逐渐褪去面纱，海伍德艰难地从僵尸堆里爬出。格兰特看到图纸十分激动，他询问这个孩子的名字。杰弗逊告诉他：“我叫亨利·斯科特。”事情结束后，雷来看望米克，他一边吃着萝卜一边诉苦：“我现在没了战衣，就像个废物。”米克打开箱子，拿出斯纳特的武器，交到了他的手里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